王鹤棣与李沁在塑仙侠神话从摆烂到飞升，现实与幻想的终极交汇。在古风仙侠剧层出不穷、套路愈发同质化的当下，一部打破传统、颠覆结构、富含哲思的作品正悄然走红。王鹤棣与李沁携手主演的《咸鱼飞升》，这不仅是一场演员演技的碰撞，更是一场命运与自我的灵魂对决。王鹤棣摆烂式修仙引发热议，背叛旧世，选择做咸鱼。角色宋前科在前世是肩负苍生的救世者，最终以飞升为代价救下世界。然而重生后，他却选择彻底摆烂，放弃修炼，拒绝使命，隐居田园。这种设定不仅挑战观众对传统英雄形象的期待，也直击当代人内心深处的疲惫与挣扎。这种摆烂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反抗，是对飞升等于成功这种既定价值的质疑。他选择活成一个普通人，恰恰让人看到内心的觉醒与坚韧。他不是堕落，而是在审视活着到底为了什么。李沁饰演妙烟仙子，从神女工具人到独立女性的觉醒。李沁饰演的妙烟仙子，在前世不过是被动承接命运的道侣，在关键时刻更成了男主牺牲的诱因。但今生，她觉醒了，她不再是美丽的花瓶，而是一个有思想、有情绪、有选择的灵魂。她挣脱安排，从被爱转向自爱，从等待到掌握主动，她的成长令人动容。李沁的表演极具层次，将妙烟从仙女蜕变为人间女性的过程呈现得细腻而真实。她不是谁的附属，而是自己的主人。双时空设定激活命运重启命题，今生为自己而活。前世他们为大义牺牲，今生他们为自己活着。男女主角在双时空之间穿梭，不再承担救世之责，而是寻求心灵的自由。这种设定不再强调拯救世界的使命感，而聚焦于个体内心的觉醒。它带来一种全新的价值导向，人生的意义不是成神，而是找到真正的自我。这种内核使得观众不再将仙侠视为遥不可及的幻想，而是在其中找到对现实生活的投射。摆烂非逃避，而是自我重建的开始。表面看，宋前科选择种田放羊，似乎放弃了所有。然而随着剧情推进，命运依旧不放过他。旧敌来袭，姻缘复苏，天命再现，他一一面对，却用全新的姿态回应。他不再被动接招，而是主动制定人生棋局。摆烂成了一种清零，不是否定修仙的意义，而是重新理解修仙的本质。他开始真正修心，而非修术。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修行。无感情主线的设定打破仙侠剧套路，羁绊非爱，胜似爱情。在多数仙侠剧中，感情线往往是推动剧情的核心，男女主的爱恨情仇成为观众关注的重点。但咸鱼飞升大胆抛开这一设定，让人物之间的连接不靠爱，而靠共鸣。宋前科与妙烟仙子的关系不是轰轰烈烈的恋爱，而是一种灵魂层面的扶持与唤醒。他们见证彼此的脆弱与成长，相互陪伴却不依赖。这种设定反映出现代人对关系的另一种期待，理解而非占有，尊重而非牺牲。在现实中，我们也渴望遇到一个不一定是恋人，但能共鸣的灵魂伴侣。剧集以无言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最深的连接不一定需要爱情的形式，它可以是信念的传递，是彼此成全。从农夫修仙到视觉美学，咸鱼飞升，另辟蹊径。视觉风格常被忽视，但它却是剧集传达情绪与内核的第一通道。咸鱼飞升用浓味美学颠覆了仙侠剧一贯的高冷缥缈。金黄稻田、粗布衣衫、泥土芬芳的日常，让人感到脚踏实地的温暖。宋前科不再踩祥云，而是踩泥地，他不再挥法器，而是挥锄头。这种强烈对比不仅凸显角色选择的转变，也传达出一个现实而温柔的信号：修行并不在天宫，而在人间。这也映射了当代观众的心理需求，我们不再追求遥不可及的仙境，而是希望在现实生活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修行方式与价值归属。画面中的每一束光，每一滴汗水，都是灵魂沉淀的诗句。剧集未播先热，观众共鸣源于精神疲惫与自我救赎。在社交媒体上，咸鱼飞升尚未播出就引发热议，
原因之一正是它击中了现代观众的精神状态。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强度生活中感到疲惫，对必须成功不断努力的社会预期产生倦怠。宋前科的摆烂正是无数人的情绪出口。他不逃避生活，只是拒绝盲目奔跑。这种设定让人们感到被理解、被拥抱，终于有一部剧在为我们说话。而妙烟仙子的觉醒也像是无数女性从被期待中走出的缩影。这种真实感、投射感是剧集引发共鸣的核心。我们不需要英雄拯救世界，我们只需要有人告诉我们，你可以不完美，也可以重新选择。预告片带来视觉与哲思双重冲击，修仙也是生活。预告片以古琴作引，将宋前科的前世修仙与今生农夫交错剪辑，画面如诗如画，却承载着厚重哲思。这不再是单纯的爽文，而是反思人为什么要修仙。修仙是逃避现实，还是面对人生？宋前科挥除插秧的镜头，与他前世飞升的英姿交替出现，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不一定来自腾空而起，也可能来源于脚踏实地。剧集用极简风格讲述极深命题，人生最深刻的成长不在于拥有多少法力，而在于是否真正理解了自己。而李沁饰演的妙烟仙子，眉宇间的悲悯与坚定，也让我们看到觉醒并不是高喊口号，而是一次次从沉默中走出的选择。双觉醒加双主角打破传统仙侠结构，引领新风向。咸鱼飞升选择双主角、双觉醒的结构本身就是一次创作上的革命。它不再让男主独揽高光，也不再让女主成为助攻或感情线工具人。宋前科和妙烟仙子各有伤痛，各有挣扎，也各有重生。他们并肩前行，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相互理解的灵魂。这种设定带来的震撼，不仅是剧情上的新鲜感，更是价值观的进化。它回应了新时代观众对平等、成长、自主的深层渴望。在人生的修行路上，不再只有一个主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。这种叙事结构正打破强者主导的旧思维，让更多观众在剧情中找到我是主角的真实感。结局未定，但飞升或许早已完成。最大的悬念在于，摆烂到底能否真的飞升？宋前科是否会重拾修炼，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升华？没人知道。但剧中已多次暗示，真正的飞升也许不是肉身，而是灵魂。如果平凡是他最终的飞升，那这部剧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了一部仙侠剧的框架。它成了一种哲学，对命运说不，对现实说我来决定。我们都是那条咸鱼，也都在寻找飞升的那一刻。咸鱼飞升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，是因为它不仅讲了一个故事，更讲透了我们内心的疲惫与希望。它打破仙侠的糖衣，直面现实的苦涩，却依旧保留诗意的可能。王鹤棣和李沁饰演的角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，而是泥土里的你我。他们挣扎、迷茫、反抗，再出发，这就是每一个正在生活中的我们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舍不得离开屏幕，才会在剧情中看到自己的人生。感谢您读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也触动了你内心的某个角落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是否也曾经历摆烂的时刻？你最喜欢哪个角色的转变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将带来更多精彩与感动，我们不见不散。